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很多人以为每天吃一把被称为抗老黄金的蓝莓，就能软化血管、保护眼睛。但你可能不知道，如果吃错了方法，你咽下去的不仅是一堆毫无活性的花青素，甚至可能正在悄悄摧毁你本就脆弱的脾胃和心脑血管。在香港半山的一栋豪宅里，曾发生过这样真实的一幕：一位顶级富豪正准备享用早餐，佣人端上了一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带着冰霜的顶级冷冻蓝莓。就在他准备直接食用的瞬间，他的私人健康医师走上前，平静地将这碗蓝莓端走，并说了一句令人后怕的话：您这样吃不是在养生，而是在拿您的血管冒险。为什么连顶级富豪都会在吃蓝莓这件事上踩坑？因为蓝莓从来不是随便吃就能延年益寿的普通水果，吃法直接决定了它是给身体加分的良药，还是给代谢添堵的负担。对于绝大多数患有高血压、高血糖或肠胃敏感的中老年人来说，直接吃冰、加糖腌制或者错误解冻，都会让这颗小浆果变成健康炸弹。今天我们将以医学观察者的视角，为你深度拆解顶级私人医师开出的3大蓝莓黄金吃法。只要你学会这3招搭配优格、燕麦与坚果，就能最大化吸收花青素，真正做到清扫血管垃圾，平稳餐后血糖，延缓眼底衰老。私人医师之所以在餐桌上紧急叫停，是因为许多长辈在食用冷冻蓝莓时，最容易犯下3个致命错误。第一个错误，直接嚼冰，引爆血管与肠胃危机。很多长辈图省事，把冷冻蓝莓拿出来直接吃，但你要知道，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基础通常较为薄弱。当零下10几度的冰冷食物突然进入口腔和食道，会瞬间引起消化道黏膜和周边血管的一过性强烈收缩。对于血压本就不稳定的长辈来说，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刺激。同时，随着年纪增长，长辈多伴有脾胃虚寒，直接吃冰极易引发腹胀、剧烈腹痛，甚至急性腹泻。原本为了摄取营养，结果却让脾胃大伤元气。第二个错误，陷入加糖腌制的甜蜜陷阱。有些长辈怕酸，或者买到了市面上成分不纯的冷冻蓝莓，里面额外添加了大量的白砂糖或糖浆。蓝莓本是低升糖 GI 的优质水果，一旦被糖包裹，它的升糖负荷就会直线上升。对于患有糖尿病或代谢综合征的老年人来说，吃这种蓝莓就等于直接喝糖水，不仅无法抗老，反而会加速血管内皮的氧化应激反应，加重代谢负担。第3个错误，反复解冻与泡水，洗掉最珍贵的花青素，这是最让人惋惜的一种吃法。蓝莓之所以被称为抗老黄金，全靠它富含的水溶性花青素。有些长辈觉得冷冻蓝莓太冰，就把它泡在温水里解冻，或者吃不完反复冻溶。在这个过程中，水溶性的花青素会大量随着汁水流失，或者因为反复解冻滋生细菌。你吃进肚子里的只剩下蓝莓的残渣，最核心的护眼、护血管成分早已流失殆尽。让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台北街头的真实故事，你就会明白这种吃法有多么可惜。陈阿姨今年68岁，是个极其注重养生的人。她在听了邻居的建议后，特意去进口超市买了一大袋高品质的冷冻蓝莓。但陈阿姨有个几十年的厨房老习惯，总觉得外面的东西不干净，再加上她本身怕冷，觉得冻过的水果直接吃绝对会伤胃。于是她每天早上都会抓一大把冷冻蓝莓放在大碗里，直接倒进滚烫的热水，甚至还要撒点盐，反复搓洗2遍。不出5分钟，整碗水变成了浓郁的深紫色，
蓝莓却变得灰白干瘪，吃进嘴里就像嚼着一团没有味道的烂棉花。陈阿姨当时还挺高兴，以为自己洗掉了蓝莓表面的农药和人工色素。直到一次体检复查，她的主治医生听说了她这个习惯，连连摇头叹息。医生告诉她，那碗被她满心欢喜倒进下水道的深紫色热水，恰恰是整颗蓝莓最值钱的精华。冷冻蓝莓在出厂前通常已经经过了严格的杀菌和清洗，表面的那一层白霜根本不是农药，而是天然的果粉，里面富含极高浓度的抗氧化物。陈阿姨用滚水反复浸泡和搓洗，不仅瞬间烫死了植物细胞，更让最珍贵的水溶性花青素全部流失在了水里。她每天花高价买来，满怀希望吃下去的，其实只是一堆毫无营养价值的膳食纤维废渣。几百块钱的抗老黄金，硬生生被洗成了废品。这绝不是陈阿姨一个人的误区，而是成千上万长辈每天都在重复的厨房悲剧。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疑惑，既然直接吃冰不行，解冻起来又这么麻烦，那为什么这位私人医师不建议富豪直接吃新鲜蓝莓，反而强制要求他必须吃冷冻蓝莓呢？其实，在现代营养学中，冷冻蓝莓隐藏着一个关于花青素吸收率的惊人反常识，冷冻反而比新鲜更好。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科学原理？私人医师给出的第一种护肠胃、稳血糖的黄金搭配究竟是什么？接下来马上为您揭晓。在香港中环的高级超市，或者台北大安区的进口水果行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满头银发的老人家戴着老花镜，认真挑选着透明塑料盒里的进口新鲜蓝莓。这些蓝莓往往来自智利或澳洲，价格不菲。老人们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花高价买下这些新鲜的浆果，认为越贵越新鲜，对心脑血管和孙辈的视力就越好。但如果那位服务于顶级富豪的私人医师站在旁边，他一定会温和地劝阻，放下这些昂贵的进口鲜果，去冷冻柜拿那些价格只有它1/3的冷冻蓝莓。很多长辈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通常是抵触的。在传统的养生观念里，冷冻往往与不新鲜、没营养、防腐剂画上等号。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身价千亿，甚至拥有私人飞机的商业巨头，不去空运枝头刚采摘的鲜果，反而要在每天的餐桌上坚持吃那些看起来硬邦邦、毫无生机的冷冻果子。真正的奢华不是盲目追求昂贵，而是看透事物本质后的精准选择。这就引出了现代医学和营养学中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反常识结论：在特定条件下，冷冻蓝莓的营养密度不仅不亚于新鲜蓝莓，甚至在人体吸收率上呈现出碾压式的优势。要理解这个逻辑，我们首先要算一笔时间账。市面上那些看起来娇滴滴的进口新鲜蓝莓，实际上是一个个疲惫的旅行者。为了能够耐受长达10几天的跨洋海运和随后的货架存放，果农绝不会等蓝莓完全成熟才采摘。他们通常在7、8分熟，花青素和维生素积累还远未达到巅峰时，就被迫离开了枝头。在随后的漫长运输中，蓝莓虽然离开了土壤，但它的细胞仍在进行微弱的呼吸作用。每过去1天，它内部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就在悄悄流失。你花高价买到的新鲜，实际上是营养物质被时间严重透支后的残渣。相反，合格的冷冻蓝莓走的是另一条极端路线。果农会耐心地等待蓝莓在枝头自然成熟，直到它表皮的蓝紫色深邃如夜空，这正是花青素含量达到绝对顶峰的标志。采摘后的1到2个小时内，这些处于营养最巅峰状态的蓝莓，
会被迅速送入零下18度的急冻车间。在这个极寒的瞬间，时间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没有呼吸作用，没有氧化流失，所有最珍贵的营养成分被完美的封印在了那一刻。时间是营养最大的敌人，想要对抗时间，唯一的办法就是比时间更快。但冷冻蓝莓真正的杀手锏，并不只是锁住营养，而是它对蓝莓细胞结构的物理改造。这就涉及到一个极其关键，却常被普通人忽视的医学常识——花青素的吸收壁垒。蓝莓之所以能被称为抗老黄金，全靠它体内极其丰富的花青素。但这层珍贵的花青素是被紧紧锁在植物细胞壁内部的。人类的消化系统并没有草食动物那样强大的纤维素酶。对于年迈、肠胃功能退化的长辈来说，生吃新鲜蓝莓时，咀嚼和胃酸很难完全击碎所有细胞壁。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花青素还没来得及被肠道吸收，就随着残渣排出了体外。这就好比你拥有一个装满黄金的保险箱，却没有打开它的钥匙，而冷冻这个动作恰恰就是那把钥匙。当蓝莓被急速冷冻时，果肉内部的水分会结成微小的冰晶，这些冰晶就像成千上万把肉眼看不见的微型手术刀，从内部无情地刺破、撑裂了蓝莓坚固的细胞壁。有时候，看似残酷的破坏，恰恰是释放巨大能量的必经之路。当你在家中将冷冻蓝莓缓慢解冻并吃下时，那些原本被锁在牢笼里的花青素，因为细胞壁早已破碎，会瞬间在你的消化道中大量释放。现代营养学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冷冻蓝莓在消化过程中的花青素释放率接近新鲜蓝莓的2倍。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冷冻储存1个月后，因为细胞结构的持续改变，它可被检测出的花青素活性含量甚至比刚采摘时还要高出约12%。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于追求心脑血管健康、迫切需要保护眼底黄斑区的老年人来说，吃冷冻蓝莓不仅是用更低廉的价格买到了更高的营养，更是极大地减轻了胃肠道的消化负担，让抗氧化物质直接高效地进入血液循环。这就是顶级富豪餐桌上的秘密。他们从不为虚假的新鲜买单，他们只为最终的吸收率投资。但正如私人医师在豪宅餐桌上所警告的那样，冷冻蓝莓虽好，若是像普通人那样拿出来直接冰着吃，依旧会毁掉脾胃。既然不能生吃，不能泡热水，那到底该怎么吃？私人医师给出的第一张处方是一个看似平平无奇，却能同时护肠胃、稳血糖、通肠道的黄金组合。这个搭配恰恰利用了自然界中酸碱中和与脂溶吸收的精妙法则。究竟是哪2种寻常食材的碰撞，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医学功效？让我们马上深度拆解第一种黄金吃法。在香港或台湾，长夏无冬，气候湿热，对于上了年纪的长辈来说，早晨醒来时的第一顿饭，往往是一天中最难将息的时刻。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脾胃功能就像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老旧发动机，清晨时分不仅极其虚弱，而且对温度异常敏感。这时候，如果按照很多西方养生博主的建议，空腹吃下一碗冰冷的冷冻蓝莓，或者喝下一杯生冷的蓝莓榨汁，无异于往这台老旧发动机里直接倒进一盆冰水，不用半小时，腹胀、胃痛甚至腹泻就会接踵而至。那位服务于顶级富豪的私人医师深谙这套东方人的体质密码，因此在他开出的第一张健康食谱中，冷冻蓝莓绝不会单独出现。他给出的第一种黄金搭配被称为早晨的温和软启动
蓝莓加无糖原味优格酸奶，为什么偏偏是优格？这背后藏着极其严谨的营养学与消化内科逻辑。首先，蓝莓虽然营养丰富，但它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老年人的牙釉质通常已经严重磨损，且胃黏膜变薄。如果单独咀嚼蓝莓，这种有机酸会直接刺激牙神经，导致倒牙、牙齿酸软，同时也会刺激脆弱的胃黏膜，引发胃酸反流。而优格酸奶中含有丰富的优质乳蛋白，当你在彻底解冻、沥干汁水的冷冻蓝莓中拌入优格时，乳蛋白会像一层极其温和的保护膜，瞬间中和掉蓝莓的有机酸。这样吃下去，既保留了水果的清甜，又将对牙齿和胃肠道的酸蚀刺激降到了最低。这正是顶级医师常说的，养生要先懂得护胃，不伤正气，才能吸收营养。不仅如此，这个搭配还巧妙地解决了花青素的吸收难题。我们在上一章提到，冷冻打破了蓝莓的细胞壁，让花青素得以释放。但很多人不知道，蓝莓中的核心功效成分不仅需要释放，还需要载体才能高效进入血液。优格中天然含有的乳脂，恰好充当了绝佳的运载工具，能显著提升营养成分的脂溶性吸收效率，让抗氧化物质真正被身体利用，而不是穿肠而过。更让许多长辈受益的是这个组合对肠道的奇效。老年人常常备受便秘的困扰，优格里富含的活性益生菌，搭配上蓝莓里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果胶，在肠道内相遇后，简直就是一支肠道清道夫黄金舰队。膳食纤维为益生菌提供了充足的口粮，不仅能促使肠道恢复年轻时的蠕动频率，还能温和地改善便秘，排出体内宿便。对于患有糖尿病的长辈，也不必担心，优格中的蛋白质能有效拖慢胃排空的速度，延缓蓝莓中果糖的释放。因此，这碗优格拌蓝莓不仅升糖指数 GI 极低，还能带来持久的饱腹感，完美平稳了清晨的血糖波动。实用小贴士，请务必将冷冻蓝莓提前1晚放在冷藏室缓慢解冻，第二天早晨沥干多余的水分后，再拌入常温的无糖优格中。切记，千万不要用开水去烫蓝莓，高温会瞬间杀死优格里的益生菌，并彻底摧毁花青素的活性。优格蓝莓完美解决了长辈早晨的脾胃与通便问题。但是，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体检报告上已经出现了低密度脂蛋白偏高或者血管斑块，单靠优格是不够的。要真正清理血管壁上的岁月垃圾，抵御心脑血管危机，私人医师开出的第二种护血管降血脂的吃法，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它需要蓝莓与另一种我们极其熟悉的国民粗粮强联手。这究竟是什么搭配？接下来马上揭晓。在华人世界的饮食基因里，喝热粥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养生执念。尤其是在湿热的南方或是港台地区，许多长辈的一天是从一碗滚烫绵软的白米粥开始的。在他们的认知里，白粥最养胃、清淡又易消化，但那位顶级私人医师却曾毫不客气地打破了这个执念。一碗熬得稀烂的白米粥，对患有三高的老年人来说，跟一碗直接喝下去的糖水没有本质区别。这句话并非危言耸听。白粥在熬制过程中，淀粉已经完全糊化，进入肠胃后会极其迅速地转化为葡萄糖，导致餐后血糖直线飙升。随之而来的是胰岛素的大量分泌和随后的血糖骤降。这会让长辈在吃完早饭不到2个小时就感到心慌疲惫。更可怕的是，这种剧烈的血糖波动正在无形中加速血管内皮的损伤与老化。为了解决长辈
爱喝热粥与需要控糖之间的矛盾，诗人医师给出了第二种蓝莓的黄金吃法：蓝莓加燕麦片杂凉粥。为什么要用燕麦替换白米粥？因为燕麦中藏着一种被称为血管清道夫的物质肥碱葡聚糖。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血管壁上极易沉积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这些沉积物一旦被氧化，就会形成斑块，导致血管变窄，失去弹性。这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自来水管，管壁上长满了厚厚的水垢，随时都有堵塞的风险。当燕麦中的非碱葡聚糖相遇蓝莓中释放的高浓度花青素时，奇迹发生了。这两者在体内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协同作用。非碱葡聚糖负责像海绵一样吸附肠道内的胆固醇，阻止其进入血液，而花青素则像是一支精锐的巡逻队，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精准抑制已经存在的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做生意讲究强强联手，对抗衰老和疾病也是同样的道理。现代医学研究显示，规律摄入这种组合一段时间后，不仅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还能有效延缓血管老化的进程。对于有心脑血管隐患的长辈来说，这无疑是餐桌上最廉价也最安全的一份保险。除了清理血管，这个组合还是控糖的高手。燕麦属于全谷物慢碳，本身消化吸收的速度就比较慢，而蓝莓中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果胶，在遇到燕麦粥后会吸水膨胀，形成一种凝胶状的物质。这种凝胶不仅能带来极其持久的饱腹感，更能像一道闸门，有效延缓碳水化合物转化为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因此，这碗粥能让餐后血糖呈现出一条平稳的曲线，完美避免了清晨血糖的大幅震荡。然而，既然是煮粥，就必须面对温度这个最大的考验。在豪宅的厨房里，私人医师对佣人下达过一条极其严苛的铁律：必须等燕麦粥放温，温度降到40摄氏度以下，不再烫手的时候，才能把解冻好的蓝莓加进去。花青素是一种对热极其敏感的物质，如果长辈图省事，直接把蓝莓扔进滚烫的沸水里一起煮，或者加入刚出锅冒着热气的热粥里，只需短短几秒钟，花青素的活性结构就会被高温彻底摧毁。那一锅粥虽然变成了漂亮的紫红色，但它已经失去了最核心的抗氧化价值，变成了一碗普通的粗粮。为了让你更直观地明白温度的杀伤力有多大，我们来看看广州退休老教师林伯的惨痛教训。林伯有5年的2型糖尿病史，一直靠打胰岛素控制。他在报纸上看到科普说燕麦配蓝莓能降糖清血管，于是立刻买来照做。但他有着老广熬老火粥的固执，每天早上把燕麦片和一大把冷冻蓝莓一起丢进砂锅里，大火烧开后还要转小火咕嘟咕嘟熬上20分钟，非要熬出那层浓稠的米油才肯罢休。连续吃了1个月，林伯的餐后血糖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像坐了过山车一样一路狂飙，每天下午都感到极度头晕和心慌。更奇怪的是，锅里的蓝莓完全失去了漂亮的紫红色，变成了一种毫无食欲的灰褐色烂泥。带着疑惑，林伯拿着自己的食谱去找了内分泌科医师。医师看完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林伯的高温慢熬犯了营养学上的2大致命忌讳。第一，长时间的高温熬煮彻底打断了花青素的分子链，让这种本该去清理血管垃圾的抗氧化神药在锅里就已经灰飞烟灭。那变成灰褐色的果肉就是花青素大面积死亡的铁证。第二，本来属于慢碳的燕麦，在20分钟的疯狂熬煮下，淀粉链完全断裂，糊化程度极高，变成了一碗吸收极快的碳水炸弹。
难怪林伯的血糖会彻底失控。医师当场给林伯定下死规矩：燕麦必须单独煮，煮好后盛到碗里，等到用手背碰一下碗壁，觉得只是温温的，完全不烫手了，这个时候再把解冻好的蓝莓拌进去。仅仅是调整了这一个加入蓝莓的时机，1个月后，林伯的餐后血糖指标终于画出了一条漂亮的平稳曲线。记住，吃得对比吃得贵更重要。护血管的任务，燕麦和蓝莓已经完美胜任。但人老了，除了怕血管堵，最怕的还有看不清。为什么顶级富豪们即便到了80、90岁，依然能在灯下看清复杂的财务报表？这就要归功于私人医师开出的第3张处方，也是针对眼底衰老的终极防御。人老了，最怕的是什么？可能不是腿脚不便，也不是满头白发，而是眼前的世界一天天变得模糊。在医学上，这被称为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与晶状体老化。对于许多港台地区的长辈来说，连孙辈的笑脸都看不清，连常看的报纸都变成了糊成一团的黑影。这是一种极具剥夺感的衰老体验。然而，如果你有机会观察那位顶级商业巨头的生活，你会惊讶地发现，即便到了80、90岁的高龄，他依然能在书房的台灯下，不戴厚重的老花镜，敏锐地审阅着密密麻麻的财务报表。他的视力为何能如此超长待机？秘密就藏在他的下午茶里。当普通老年人下午茶吃着高糖的传统糕点时，私人医师为他准备的永远是一小碟提前解冻好的冷冻蓝莓，外加几颗看似普通的杏仁和核桃。这就是医师给出的第3种，也是针对眼底衰老的终极防御吃法：蓝莓加原味无盐坚果。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把蓝莓和坚果搭配在一起？这涉及到一个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的营养吸收盲区。我们在前几章反复强调了花青素的强大，但蓝莓中核心的功效成分在人体内的吸收路径是极其挑剔的。现代营养学发现，一部分最关键的抗氧化物质具有脂溶性特征，这意味着如果你只是单独干吃蓝莓，这些珍贵的成分由于缺乏脂肪作为载体，很难穿透肠道黏膜进入血液，最终的吸收率大打折扣，白白浪费了护眼的功效。而坚果正是大自然赋予的最完美的脂肪载体。原味坚果如杏仁、核桃中富含极其丰富的优质不饱和脂肪酸。当你在咀嚼坚果时，这些健康的油脂会与蓝莓在胃肠道中充分混合，就像是为花青素提供了一辆辆专属的运输车。有了优质脂肪的包裹，花青素的脂溶性吸收效率能呈指数级攀升，真正通过血液循环被精准输送到眼底微血管，修复受损的视网膜细胞。不仅如此，坚果与蓝莓的相遇还是一场抗氧化领域的强强联手。坚果中富含被称为天然抗衰老剂的维生素 E， 而蓝莓富含花青素，这两者在体内会形成一种极其强大的抗氧化协同网络，它们能更高效地清除眼底累积的自由基，延缓晶状体的浑浊和黄斑区的退化。这对于精准对应长辈们普遍关注的护眼需求，有着立竿见影的长期价值。与此同时，坚果中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能极大地拖慢蓝莓中糖分的释放速度，将其作为2餐之间的加餐，不仅饱腹感极强，还能让升糖曲线保持平缓，同时顺便补充了镁、锌等老年人极易缺乏的微量矿物质。但私人医师的处方里永远有着不可逾越的纪律红线，必须是原味无盐无糖的坚果，且每天绝对不能超过10克。很多长辈以为坚果健康，就抓着一把又一把的吃，或者去买那些琥珀核桃、盐橘、杏仁，
一旦摄入过量的盐分和糖分，不仅会抵消蓝莓的护血管作用，过量的油脂还会导致血脂飙升，引发上火和肠胃积滞。10克是多少？大约就是8颗杏仁或者2瓣核桃。在这个极度克制的剂量下，坚果才能真正发挥药引子的作用，而不是变成发胖的元凶。至此，护肠胃的优格、清血管的燕麦、护眼底的坚果，3大黄金吃法已经全部拆解完毕。最好的保健品从来不在天价的药房里，而是在我们日常正确对待食物的纪律中。但在最后，作为医学观察者，我们必须给出最严肃的健康底线警告。在接下来的极简总结中，我们将告诉你有哪2类人群在吃蓝莓时必须慎之又慎，以及如何将这份长期主义的健康纪律真正融入你的家庭。那位香港顶级富豪在听完私人医师的所有拆解后，曾感叹过一句话：在商场上，我总是愿意为了高回报去承担巨大的风险，但在饭桌上，健康是最不该冒险的投资。真正的长寿与健康，从来不是靠偶尔吃一顿昂贵的补品，而是长年累月如同精密仪器般的日常纪律。今天我们以医学观察者的视角，为你拆解了这颗抗老黄金背后的全部秘密。为了方便长辈们记忆，请务必收好这份极简健康清单，1条红线不能碰，切忌直接嚼冰，拒绝加糖腌制，严禁开水烫煮，每日食用量严格控制在50到100克，约1小把。特别提醒，如果您或家人正在服用抗凝血药或他汀类降脂药，请务必在计划长期规律食用前，咨询您的主治医师。3大黄金搭配要牢记：1. 蓝莓加无糖优格，综合果酸护肠胃，稳血糖，是早晨最温和的软启动。2. 蓝莓加温热燕麦粥，务必40摄氏度以下，肥碱葡聚糖与花青素强联手，清扫血管壁垃圾。3. 蓝莓加原味坚果严格限10克，优质脂肪提供脂溶性载体，精准护眼底，抗氧化健康，是一场需要极度耐心的长期主义。把这支视频转发到你的家族群，或者发给你最关心的长辈，也许你纠正的一个小习惯，就能帮他们避开一次心脑血管的危机。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硬核拆解对你有所启发，请点个赞并订阅嘉诚养生道，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平时最爱吃的水果。下一期我们将继续用顶级医师的视角，为你拆解高血压人群最该避开的3种伪健康水果。千万不要错过，最好的医生永远是那个拥有良好生活纪律的自己。祝你和家人吃得聪明，活得硬朗。我们下期视频再见。